好，欢迎来到有车以后，我是周鹏。那我今天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看到了吗？我身后的这一堆的东风风行的 T5 Evo， 那我们要开着它进行一个燃油挑战赛。那这台车虽然它不是一个新车型，但对于我来说啊，也是第一次的接触，而且厂家能让我们进行一个油耗挑战赛呢，我觉得它在这方面一定是有一个过人之处的。好了，那如果大家对这台车的燃油经济性有一个期待的话啊，现在呢，我已经开始这个油耗挑战赛了。那除了我刚才说过的将空调关闭、将驾驶模式调整到一个eco之外呢，还有一些小心得分享给大家。那就是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去善待你的油门，要轻柔的一点去踩它，而且呢要随时观察你的这个转速表，尽量呢让它保持在一个转速较低的工况下。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去少踩刹车。比如说前面有红绿灯，你要提前进行一个预判，让它去充分利用一个滑行的状态。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台今天驾驶的这台东风风行的 T5 Evo 吧。首先呢，它的动力系统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1.5T 加7档双离合。那动力参数我觉得调的还是比较亮眼的，有145千瓦，295牛米。那其实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整个动力风格的调教就是偏向于一个比较慵懒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为它有一个更好的燃油经济性所进行的一个标定。当然呢，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动力是不够的。那刚才去加油站加油的路上，我其实在包括正常模式下还有运动模式下都驾驶过它。我觉得你需要动力，就是脚下油门更深一点，这个动力是完全足够你使用的。那底盘舒适性方面呢，其实我们这次行驶在大理的这一个算是2级的乡道吧，就整个路面它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坑坑洼洼还有这种接缝都特别多。那这个车这底盘的整个反馈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敏感的，对于这些震动它过滤的并不是多么的充分，可以很直接的传递到车厢里面。所以它整个底盘的这种舒适性啊，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整体缺少一定那种扎实的感觉。我觉得这方面是有一个值得进步的空间的。毕竟呢，我觉得这台车虽然它的外观非常的运动，非常的时尚，但我觉得骨子里还是一个偏向于日常使用的车。所以呢，不妨就是底盘方面你调的更柔缓点，更舒适一点，那这样呢，我觉得会更好一些。那另外呢，就是这台车它的一些静态方面的表现了，尤其是那个外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挺喜欢的。那相较之前那些风行的车，我觉得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足够的有吸引力。那车厢内呢，说实话，它整体的质感非常的一般，因为我摸的这些都是一些硬塑料。毕竟呢，10万出头的一台车，你不能对它的预期太高。但是呢，我觉得使用体验，尤其是一个智能化座舱的表现还挺好的。首先那2块屏幕10.25英寸，而且它内置的这个系统反应速度挺快，而且功能也挺丰富的。我刚才通过它的这个语音控制系统来实现一些导航，我发现整体的操作感受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怎样让转速保持到更低呢？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可以用这个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升档。大家可以看到了，我现在的速度刚刚超过60，然后我通过这个手动的升档已经让它挂上了6档。那这个时候转速可以保持在1300转左右，那我觉得这个水平是比较经济的。油耗挑战赛已经完全结束了，那现在呢，成绩我已经拿到手上了。怎么说呢？这个成绩还是挺超出我的预期的。那首先呢，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的表显数据，是4.4升每100公里。那我的实测数据是多少呢？是8.75升每100公里。怎么样呢？这个成绩是不是也是超出了大家的期待啊？
那当然了，我的这个成绩啊，显然是不可能拿到名次了。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名他们的成绩是多少吗？是2点多升每100公里，你敢信吗？那确实啊，这也说明了我的技术不够好，还有进步的空间。那关于这个油耗这件事啊，我们就不再去推敲了。那我重点想说的就是它的这个表显油耗，那和我的实测油耗竟然能多出将近1倍，那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骗人了？